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圈里有多少种榫卯结构。结合着每一处的榫卯结构应用，我们再去讲一下。如果我想到了它有需要注意的地方，我在这儿逐一的给大家去讲一下。那我们看一下最常见的榫卯在我们圈椅中的应用，就是止损应用。在我们撑子这儿，这4条撑子全部都是止损，其他的地方使用止损的地方比较少了。那么我们止损，单头直透损，好，我在这儿说一下透损，也可以以闷损代替。闷损就是半损，在另外一侧不露出来。这儿一直有争议，说透损好还是闷损好，它各有各的好处啊，但是也各有各的弊端。透损能透出来，让人一看就知道做的是榫卯，而且方便背歇，会使我们的家具更结实。但是有些人为了追求木材表面不被破坏，那么使用闷损或半损啊。我之前讲过一个绝户损，如果你想要让闷损或半损结实，那么就要使用绝户损。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啊。那么这是第一种榫卯在撑子这儿的应用。好，这儿前腿儿，因为我们的额脖和前腿儿是分坐，那么我们的前腿使用的是梅花榫。关于梅花榫的形式，大家可以去看我的无数腰罗锅成方凳那个视频。梅花榫，注意这个梅花榫的分布不是在2个对角线的顶点起，要向内移。对角线打开，分裂于对角线的2侧。注意为什么要往内移呢？因为我们看前腿看前腿它做的时候，方料要有3个角被倒圆。最终我们做出来的前腿横截面上去观察它，是一个水滴的形状。我们讲这种形式，我们讲叫内方，别内方外圆了，叫外圆内方。外圆内方呢，是承载着我们古人对于个人修心养性的一种追求，是我们古人精神世界的一种表达。那么椅腿儿，我们画一下这个图啊。这个椅盘我们是放在这儿了，那么它外是指的什么外？是指的哪些地方是向外的呢？就是它靠近侧面和前面的3条棱一共是2个面，3条棱。注意看最外面的一个角必须倒，然后又一条棱要倒圆，再一条棱倒圆，只留最里面对角线方向靠对角线里面内侧的这一个我们不倒圆，那么最终形成了一个内方外圆的这么一种形式。外圆是指的我们对外，因为我们有阴阳一说，那么转化来的有内外说。那么对内是对个人而言，对个人而言呢，就要求坚持有原则，内方有原则。外圆呢是指的对社会对外面要圆滑。这个圆滑可不是指的油嘴滑舌是要灵活，与人方便叫外圆内方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梅花榫的时候，它是靠在这个位置的，大家注意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再重新把这个方形的材料恢复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
这个梅花榫是向内移了，这个榫头很小。那这个是前腿与椅盘结合的位置，这儿我标着梅花榫，没标出来啊，在这儿标围平榫。那么围平榫是什么呢？围平榫是我们的这个椅盘攒边的时候使用的。我们知道后腿，我们看后腿啊，后腿是衣料通坐，从下面分成下半截和这儿啊，下半截，后腿上半截。那么它贯穿这个椅盘这部分，我们通上去了。那么这是有大边和抹边啊，两条边。这个图了我放大一下啊，相机机位离得远一些，可能看不清。那么我们放大它一下。哎，梅花榫啊，这个是前腿儿。那么这儿是承。那我们看椅盘啊，椅盘上第一个啊叫裹腿榫。这个比较复杂。居于椅盘左右，就是我们人坐到椅子上面以后啊，坐到椅子上面以后，我们左右两侧我们叫抹边，这个叫抹边。那么在我们人腿下面压着啊，前后方向的我们叫大边。那在这个位置我们注意啊，这是一个方形的，我们这个后腿准备的材料呢是方形。注意，我在这儿先画腿儿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做这个裹腿榫呢？首先做方形，对角线连线，确定圆心。做正方形，椅腿横截面啊，横截面抛视图。正方形的内接圆。内接圆做出来了，然后连接啊，注意连接一下内接圆与对角线的交点4个点，做圆椅腿材料，方形正方形内接圆的内接正方形。那么我们做出来了以后，我们洗出来倒角外面的这个正方形椅腿，倒角做出来的这个正圆形这部分。就是我们最终椅腿上面的那一部分圆形。那么我们做这个裹腿榫，注意这个裹腿榫它要使用方料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做方形，就是圆的。我们倒角啊洗出来的这个圆的内接正方形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榫叫尖榫，等于裹腿榫加尖榫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裹腿榫加尖榫，我们确定了这个叫尖榫。做完了以后呢，这是圆形的，大家注意啊，然后里面是方形。方形加圆形，那么这个叫尖榫。好，这是尖榫。那么我们的抹边和大边结合在一起了。我们知道这儿叫隔角榫，最初的时候这儿叫隔角榫。我们把尖榫涂了啊，我们看隔角榫的变化。
原有的隔角榫呢，我们是取1/2，做榫头，插入抹边啊，大边取1/2宽度做榫头，插入抹边做榫孔即可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这儿遇到了裹腿榫、尖榫，在这儿被切开了。那么我们这个榫头是在1/2中间被分开的。那么我们的主榫头由原来的宽变为了现在的窄，这个时候它的力被卸掉了，就是力变小了。那么它的稳定性肯定受损。再有，我们做这个圈椅，这个大边它的宽度比较大，60毫米左右，当然也可以窄一些啊。那么只有这一个小小的榫头在尖榫的一侧，这一侧没有怎么办？那么我们在这边做一个三角形的小头出来，防止既增加了它这个力，又防止它在这个材料，注意我们现在是俯视图啊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侧视图。那么我们只有现在透过尖榫，只保留了这么一部分做榫头，力弱了怎么办？我们在这边补一下，既能增加力、稳定性，又能使它防止在这个比较宽的面上出现瓦弯。那么我们给这个凸出来的三角形的部分，这部分叫什么呢？既然防止它瓦弯，保持平直，那么就叫维持其平直，所以叫维平榫。那么由隔角榫改为了维平榫，加了一个维平角。好，维平榫我在这儿标着了。大家看到了吧？单指头榫、梅花榫由尖榫加维平榫，维平榫是由隔角榫变化而来的啊。维平榫加尖榫构成裹腿榫。那么大家看一下，在这个地方还有弧门牙啊，有侧弧门牙、正弧门牙，后面我们可以不做啊。那么我们这个装弧门牙要内嵌进入0.5厘米，就是5毫米。打槽，那么是槽榫。槽榫在整个圈以上的应用比较多。看下面脚踏牙需要打一侧围子，两侧，然后通着脚踏层，3面的槽榫。那么弧门牙也有槽榫。那么我们以盘中间的芯板围绕4个边框，也要打一圈槽，又是一圈槽榫。那么在中间芯板，为了防止，因为芯板比较薄，且宽，那么我们必须在中间打一个穿带。好，这个时候锥形穿带榫又出来了。我们看一下锥形穿带榫的横截面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从横截面上看过去的图，然后在这儿做一个榫头，插到2个大边上，插进来2个大边上，然后芯板的底面啊，薄板底面再打一个和穿带这个锥形槽榫相结合的一个槽，这也是槽榫啊，但是它形状不一样。好，这是穿带槽榫应用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部位，额脖下来到这儿，这个位置，因为我们把前腿和额脖分做了，刚才我讲了分做，所以
为了增强，如果是通做的话，前腿和额脖连着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做腘腿损，它是一根材料，强度会比较好。但是现在我们把它分开了啊，切为二。那么我们为了让它结实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在这个装在抹边上啊，装在抹边上的这个额脖下面的这个损，我们要给它加强。好，这儿我擦了，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榫卯。分做的啊，前腿额脖。那么我们现在不考虑前腿，我们看额脖。那么额脖这个位置，我们下面那个部分，我们使用什么呢？桩榫，注意。好，画图，这个是抹边啊，平面。额脖从上面下来，注意这个时候额脖是圆的啊，注意是圆形的，已经导完圆了。那这个圆我们要深入抹边啊，深入这个椅盘的抹边一部分深度，整个圆形深入其中一部分深度。那我们就像打桩一样啊，将它插入这个圆槽里面，然后下面是我们做的榫头。注意，它仍然有榫头啊。不做榫头，整个圆棍直插也可以，但是这种榫的形式叫桩榫，是为了让它更结实。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榫头从这儿开始就往里面插，那么这个两个啊，这个面儿和抹边的上表面结合的这个面儿会外露，外露的话，那一部分不能有效的结合在一起，只有一个榫头的榫尖的这个榫头插在里面，它的力会比较弱。我们讲做榫卯一定要让它的这个结合稳定性更好，那么我们使用桩榫的形式插进去。好，那是桩榫，额脖使用桩榫。刚才我讲的靠背板这个位置啊，也是打槽在里面装着啊。在制作的时候，我会跟大家说啊，这个靠背板安装进入槽榫了以后，装槽进入以后，为了保持我们从正面看它的严丝合缝，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那么，好，我说一下弧门牙。弧门牙我们是使用拼接，3片拼接啊，弧门牙。3片拼接，一块板，裁出来我们都是四四方方的啊，小木条。但是它是有扎度的，所以我们切去了一部分。而弧门牙从上宽到下窄又有一个收分，所以我们又要给它切除一部分，所以构成这样一种形式。那么我们这样去结合它的时候，注意啊，在其厚度上将其一分为二。注意到这条线的时候，取走一半，这侧取走一半啊，应该取前面啊，留后面。这个立着的啊，是取掉前面，留后面。注意看一下。
那么对应着横着的这个材料，我们是取掉一半，后面的一半，然后切下来，这部分不要。那么与我们这个侧牙呢，立着的部分、横着的部分啊，咬合在一起。我用手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就这个手这样，然后这个手这样能加大它的交粘面积啊，加大它的结合面积。这部分面积是我们要用胶水啊连接的，包括榫尖这部分用胶水连接的，这样是比较牢固的。我们以前的课程呢，使用的呢是在倾斜的这个口上开槽，然后插木片结合，这个比较薄弱。我们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连接，会比较结实一些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啊，圈椅上面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个榫卯。这个呢是那边啊椅架上的，我们单独看一下这个月牙扶手的损卯。